星期五道指一度插水接近900點，收市都跌咗793點，三大指數都以貼近全日低位收市。道指由近期高位回落咗10.5%，繼納指之後亦正式步入技術性調整區間，納指就更加傷啦，重挫2.15%，從歷史高點回落已經接近13%。成個3月份三大指數全數跌超過7%，點解個市會跌得咁急呢？表面上睇新聞頭條全部都係講緊伊朗戰火。大家睇到星期五嘅最新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打擊伊朗發電廠同埋能源基建設施嘅最後通牒，然後10天去到4月6日，聽落好似係想降溫喎。但係轉個頭，美軍就炸咗伊朗一座重水核設施，同一間有處理物料黃餅 Yellow Cake 嘅生產廠，連伊朗最大嘅2間鋼鐵廠都受到攻擊。特朗普仲喺邁阿密嘅活動度牙擦擦咁話，伊朗已經被徹底摧毀，仲話伊朗依家係懇求緊達成協議，甚至願意送出8艘運油輪換取談判空間，仲將霍爾木茲海峽改名做特朗普海峽。但係伊朗官方高層就即刻反擊，話完全無法忍受美國呢種邊打邊談嘅極限施壓，仲未決定覆唔覆個停戰方案。就係伊朗戰火勒住通脹，美債風暴嚇走散戶，投資者又應該地點樣喺恐慌中尋寶？好，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照舊要提一提大家，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只作資訊交流用途，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呢種羅生門式嘅地緣政治博弈，直接勒着咗油價。紐約期油星期五單日倒升5.46%，每桶報99.64美元。布蘭特期油更加升穿112美元。麥格里銀行甚至出咗份報告警告，如果戰爭持續到6月，霍爾木茲海峽繼續封鎖，油價有40%機會直衝200美元歷史天價。有末日博士之稱嘅魯賓尼仲話，特朗普將戰爭升級嘅機會超過50%。喺呢個宏觀大背景之下，老實講，大盤崩跌嘅表象係戰爭，但係核心驅動力其實係通脹反噬與流動性退潮。高油價帶嚟嘅通脹恐懼，直接改變咗市場對聯儲局利率嘅預期。根據密歇根大學最新公布嘅3月份消費信心指數，未來1年通脹預期飆升到3.8%，遠高過2月份嘅3.4%。聯儲局理事福克同巴爾都相繼出嚟放鷹，話伊朗戰爭增加咗通脹風險，關稅影響亦都會延續。通脹預期一升，債券市場即刻血流成河。美國10年期債息喺星期五一度抽升至4.4819厘。大家要明白，依家美國政府面臨緊一個14萬億美元嘅債市黑洞，有高達33%嘅美國國債，即係大約10萬億美元，會喺未來1年內到期，需要重新融資，加埋財政赤字同埋企業發債，市場即將迎來海量嘅債券供應，龐大嘅供給壓力遇上通脹恐懼，債息點會唔升呢？如果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喺高位唔落嚟，資金成本上升，未來現金流折現價值就會大打折扣。呢個對於高市盈率嘅科技股嚟講，絕對係致命打擊。講到科技股，今個星期科技7巨頭單周狂瀉超過8500億美元市值，真係毫不留情。Meta 單周暴跌超過11%，Alphabet 都跌近9%，微軟跌咗6.5%，可能寫下2008年以嚟最差季度表現。反而蘋果就靠住 Siri 接入更多 AI 服務嘅消息，勉強撐住微升。但係呢啲極端拋售背後，其實隱藏住市場微觀結構嘅劇變。首先，散戶已經陷入絕望大逃亡。根據美國銀行引述 EPFR 嘅數據，過去1個星期全球股票基金走資290億美元，單美股就贖回咗236億美元，係13個星期以嚟最多。黃金基金都流出咗63億美元。另外，紐交所嘅數據顯示，散戶交易佔比已經由去年底嘅15%腰斬到依家嘅8.1%，直接退回2020年疫情爆發初期嘅冰點。其次，衍生品市場正在反客為主。俗稱恐慌指數嘅 VIX 星期五抽升到31.65，由於最近 VIX 期貨未平倉量嘅激增，當 VIX 急升，期權做市商為咗對沖，被逼喺期貨市場瘋狂沽空標普500，呢種被動賣壓將大市推低，大市跌又進一步推高 VIX， 形成惡性循環。華爾街叫呢個做波動率嘅尾巴，搖動咗指數呢一隻狗。The Voltaire effectively waxed the index top。面對咁極端嘅市況，我嘅個人策略係點呢？我嘅做法係絕對唔好喺新聞頭條出嚟嗰1秒鐘跟風恐慌拋售，我哋要睇翻數據說話。大家有冇留意到？雖然納指跌到阿媽都唔認得，但係納指100入邊嘅企業高管，即係內部人士，最近反而大舉買入自家股票。最了解公司底細嘅人喺度抄底，你點解要恐慌割肉呢？
另外，大家一定要密切關注10年期美債息率4.5%至4.6%呢個區間，呢個係特朗普嘅政策轉向區。每當債息逼近呢個紅區，股市暴跌，特朗普政府就會感受到切膚之痛。你睇佢星期五凌晨點解突然話將攻擊延後？就係因為債息掂到4.45%啦。特朗普最中意玩極限施壓，但最後往往會退縮，即係所謂嘅 Taco 現象。所以只要債息去到4.5%附近，政策出手干預嘅機會極大，股市嘅下行空間就會被封死。喺恐慌之中，我哋見到科技股嘅估值日價已經被徹底清零。納指相對於標普500嘅遠期市盈率日價跌到1.07倍，即係話科技股過去10年累積嘅估值優勢已經跌到冇晒。當高增長嘅科技股被當成普通股咁賤賣，呢度就係長線資金嘅最佳擊球區。但係仲有一個被市場嚴重低估嘅風險，就係農產品通脹。大家淨係望住油價，但係受中東局勢影響，新奧爾良尿素現貨價格由去年底至今暴漲咗89%。春天播種期就到，中國同俄羅斯又限制出口，肥料成本飆升，最終一定會轉嫁落食品價格度。呢種滯後嘅通脹反撲將會令聯儲局降息嘅空間被進一步壓縮。最後，好多朋友每日睇住打仗新聞，覺得世界末日就嚟。但係如果我哋拉闊歷史視角，由1941年二戰時期開始計，經歷過古巴飛彈危機、越戰、波斯灣戰爭，甚至2022嘅俄烏戰爭，當年投資落標普500嘅$1，去到今日2026年，已經滾存變成超過$2000。戰爭確實會摧毀短期情緒，但絕對阻擋唔到人類生產力同企業獲利嘅長期向上趨勢。所以投資好似煮飯咁，火候好重要，忍得住波動，先食得到福利嘅大餐。總結嚟講，依家嘅市場係一個被新聞標題綁架嘅極端震盪市，散戶已經被嚇到投降，但籌碼正慢慢落入大戶手中。大家要認清，大市雖然技術性破位，但科技企業嘅獲利預期依然強勁。唔好俾恐慌情緒支配你嘅交易制，盯緊債息變化同埋內部人士買入信號。好，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